咁作為香港甚至亞洲數一數二拍咁多 NAS 片嘅 YouTube channel 咧，我係對 Unify 嘅 NAS 係相當之感興趣嘅。始終 Synology 同埋 QNAP 咧並冇 Unify 咁強大嘅生態圈啊。咁我仲記得咧，以前搞 Synology Pop Up Store 嘅時候咧，有觀眾咧就同我講話，希望 Synology 係可以出多一啲網絡硬件啦，咁並且幫佢哋整合一下嗰個使用嘅體驗嘅。可惜咁多年過去咗啦，Synology喺呢方面咧並冇太多嘅進展啦，連 WiFi 7嘅 router 都冇蹤影嘅。咁我試完 Unify 兩杯嘅 UNAS 2之後咧，我覺得 Unify 係做咗非常多極度有趣嘅 design choice 嘅。對於熟悉 Synology 同埋 QNAP NAS 嘅我咧，係耳目一新嘅。咁首先外觀上面 Unify UNAS 2咧係相當之好睇㗎啦。咁 Synology 同埋 QNAP 嘅 NAS 咧都有一定嘅工業風啊。咁而 Unify 喺美學上面絕對係更勝一籌啦。咁正面有一個幾大嘅 mon 啦，上面可以顯示到一啲基本嘅狀態嘅。咁已經可以見到有一個我好夠用嚟 test 嘅硬碟咧已經壞咗啦。咁但係佢唔會嗶嗶嗶咁叫嘅喎。咁所以我係過咗一段時間咧先注意到原來有一個 hard disk 係壞咗啊。咁但係亦都有一個 USB-C 嘅 port 俾你去插外置 hard disk 啊，又或者 SSD 去 backup NAS 嘅檔案嘅。咁然後 Unify 嘅 desktop NAS 咧係冇電源插口嘅，咁淨係得一個 2.5 Gbps 嘅上網線 port 啦，要求你係用 PoE 加去幫個 NAS 供電嘅。咁所以佢嘅包裝入邊咧亦都包埋一個10 Gbps PoE 加嘅 injector 同埋1米嘅上網線。咁呢條線咧飛馬已經係賣緊110蚊㗎啦。咁呢個 design 會有兩個好處啦。咁首先，如果你已經有 PoE 加嘅 switch 的話咧，就會好方便啦。咁甚至如果係用 UPS 供電的話咧，你直接插 PoE switch，咁後面用 PoE 供電嘅 NAS 咧，亦都可以用到 UPS 供電。咁但係當然咁做就會特別地貴啦。咁其次就係你會好簡單揾到最合適長度嘅上網線去做電線啦。咁你擺 NAS 嗰個位置咧就唔會俾電線所限制啦。咁喺軟件上面咧 ，Unify 嘅 NAS 咧同樣令到我覺得好特別嘅。對比起 Synology 同埋 QNAP NAS 咧，唔單止係界面變動咗咁簡單，而家成個設計嘅邏輯完全唔一樣啦。我覺得 Unify 嘅 NAS design 嘅出發點咧，由一開始就係用嚟做商業用途噶啦。咁唔似話 Synology 同埋 QNAP 咧，想做到家用商用兩邊都兼顧嘅。咁做 NAS 嘅初始設定之後咧，成個界面係非常之 Unify 啦。咁呢部 NAS 係可以獨立存在，透過 Unify 嘅 Site Manager 駁翻嚟嘅，唔需要話配合 Unify 嘅 router 又或者 controller 咧都可以用啊。作為有相當使用 Synology NAS 經驗嘅人咧 ，Unify NAS 咧有兩點係令我印象深刻嘅。咁第一就係 Unify 嘅 NAS 咧係容許你將 NAS 嘅成個帳號系統綁住佢嘅雲端。咁一般 NAS 咧都係將所有嘅用戶嘅帳號密碼都記住喺 NAS 入邊。咁但係咧 Unify 嘅 NAS 咧唔單止可以好似傳統 NAS 啦，將帳號密碼記喺部 NAS 入邊啦，仲可以用到佢哋嘅 Unify Online Account 咧去 log 入去部 NAS 嘅。作為管理員，如果想加一啲新嘅用戶去 NAS 咧，你喺管理界面嗰度入用戶嘅 email 啦 ，Unify 就會幫我 send 個 email 俾個用戶。咁用戶透過 email 接受 NAS 嘅使用權限邀請之後咧，就可以用到 NAS 嘅啦。咁佢係幫你做好晒成個自動化嘅流程啦，就唔需要操心用戶嘅帳號密碼。咁但係就咧 Unify 嘅 NAS 咧，目前淨係得一個電腦程式同埋手機 app 嘅啫。咁就叫做 Unify Endpoint 啦。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佢嘅電腦版 Endpoint 啦，因為佢可以自動幫用家嘅電腦掛在 NAS 嘅 Network Drive。咁作為管理員可以喺後台嗰度 send 邀請俾唔同嘅 email。咁用家喺 email 收到邀請之後咧，就裝 Endpoint， 然之後再 load credential 咧，就可以攞到個權限噶啦。咁過程係相當之自動化嘅，我估好多電腦白痴都應該操作得到啊。咁就係呢個權限咧，係扣住一部電腦或者電話啦，就唔係話扣住成個 account 嘅。所以如果你有好幾部電腦電話係要用到 Endpoint 的話咧，呢個步驟要做好幾次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呢部 NAS 係用喺10幾20個人甚至成百人嘅公司的話咧，會更加散心散力嘅。咁一次你就 invite 晒一堆人，然後系統會自動幫你處理好大部分嘅帳號權限嘅問題啦，再幫晒所有人駁住 NAS 嘅 Network Drive 啦。加上 Endpoint 並唔係話一個專門用喺 NAS 嘅程式嚟嘅，咁仲可以 set 到 One Click WiFi 啊、One Click VPN 啊，同埋門禁等等嘅自動化 connection 啦。咁用家係唔需要記住任何額外嘅密碼 IP 去做任何複雜嘅 setting 嘅。咁只要將 Endpoint 做咗 load credential 呢個步驟咧，就可以用到公司嘅 WiFi 同埋 VPN 甚至門禁噶啦。咁用戶離開咗公司，只要喺 Endpoint 打開 One Click VPN 啦，就可以 connect 翻去公司嘅 NAS 嘅 Network Drive， 非常之簡單無腦啊！仲可以做到一啲大公司嘅效果，咁就好似話有人俾人炒魷魚嘅時候咧，就喺後台度取消佢嘅權限啦。咁喺佢俾人炒魷魚嘅瞬間，就即刻 connect 唔到公司嘅 WiFi 同埋 VPN。咁我係非常之睇好呢個功能喺商業環境上面嘅應用嘅。
咁而喺手機嘅 Endpoint App 啦，一樣都可以做到 One Click WiFi 啊、VPN 等等嘅功能嘅。咁仲可以接收到閉路電視嘅權限睇 IP Cam 嘅即時影像啦，亦都可以幫啲相備份去 NAS 同埋 Access NAS 嘅檔案啦。咁但係 NAS 相關嘅功能都非常之基本，喺 Access 檔案嘅界面甚至連放大縮細一啲圖片都做唔到嘅，甚至我會用簡陋去形容佢嘅功能啦。咁作為 NAS 咧，我覺得佢嘅 setup 係非常之簡單啦。咁中間好多 NAS 需要做嘅複雜 setting 咧，佢都自動化幫你做好晒嘅。咁特別係佢嘅功能好基本啦，令到佢可以做到嘅 setting 就更加之少啦。咁可能對於某一啲 NAS 嘅新手嚟講係吸引嘅點啊，例如話 Synology NAS 咧，我要 set 一堆嘢先可以經互聯網 access 到佢嘅嘢啦。咁但係 Unify 嘅 NAS 咧，只要你綁住佢嘅 online account 就會自動幫你處理好呢一件事嘅。咁另外Unify NAS 喺檔案權限嘅邏輯亦都有一啲嘅變動啦。咁以前用Synology QNAP NAS 咧，管理員咧係永遠可以 access 到 NAS 所有人嘅檔案嘅。咁但係 Unify NAS 上面咧，管理員係 access 唔到其他帳號嘅私人檔案嘅。咁呢一點令到 NAS 嘅私隱保護係變得更加之強啦，應該會令到某一啲人係更加想擺喺屋企俾啲仔女用嘅。咁不過 Unify NAS 咧亦都有啲明顯嘅缺點啦。首先佢係冇電源掣嘅，所以咧開關機咧淨係可以透過軟件去操作啦。咁你要熄機去移動 NAS 嘅位置咧係比較麻煩嘅。咁其次功能係非常之基本啦，冇 Docker、影音等等嘅功能啦，功能性上面係完全比唔上其他 NAS 嘅牌子嘅。連 firewall setting 都冇啦，睇嚟係想完全依賴自家 router 嘅 firewall 同埋 VLAN 啊，集中喺 router 嗰度做 setting， 然後亦都做唔到 NVR 啦。Unify 嘅 NAS 咧，淨係可以做到 NAS。Unify NVR 咧，淨係可以做到 NVR， 就唔似其他牌子嘅 NAS 又可以做 NVR 又可以做 NAS 啦。另外，經互聯網 access NAS 係強制要你依賴佢嗰個 Unify 嘅中轉伺服器啦，就唔似話其他牌子嘅 NAS 係可以做到 port forwarding 啦。我係冇辦法喺互聯網嗰度直接連到 NAS 嘅。咁如果唔經 VPN 的話咧，經互聯網咧 access 佢係會比較慢嘅。咁最後受呢個硬件限制啦 ，UNAS 2同埋 UNAS 4最高嘅寫入速度咧會 kick 咗喺大約60 Mbps 左右啦。我喺 UNAS 2嗰度簡單做測試，亦都有同樣嘅問題嘅。咁寫入速度咧最高就係喺67 Mbps 1秒左右啦。咁反而讀取速度咧就正常得多啦。咁而我呢部 UNAS 2用嘅時候咧，偶爾會有一啲奇怪嘅斷線問題嘅。咁要將個速度鎖喺1 Gbps 咧，去增強個穩定性啦。咁我上網做 research 啦，發現可能係產品批次上面嘅缺陷。咁如果你買咗之後有類似嘅問題的話咧，我覺得有機會係需要換貨嘅。咁我覺得如果你已經係其他牌子 NAS 嘅長期用家咧，就唔需要話再轉 Unify 嘅 NAS 啦。咁始終佢嘅功能係好基本啦，對於家用嚟講亦都冇乜值得轉用嘅地方。咁但係如果你冇用過 NAS，對於 NAS 嘅功能要求係唔多，咁用完 Unify 嘅 router 之後想試下佢其他嘢的話咧，咁或者你可以試下用佢作為你第一部嘅 NAS 嘅。咁但係相比起家用咧，我會更加推薦佢喺人多嘅商業環境上面去用啦。根據我這些年咧幫唔同公司 handle 佢哋 NAS 問題嘅經驗咧，咁好多公司對於 NAS 嘅要求咧係好低嘅。咁佢哋要求反而會集中喺帳號權限管理啊同埋用戶嘅易用度上面。咁呢兩點 Unify NAS 咧，我都覺得會比其他牌子嘅 NAS 要強嘅。如果喺商業用途的話咧，我會更加建議用 Redmine 版嘅 Unify NAS。有行家咧就同我分享過啦，用 Redmine 嘅 Unify NAS 咧係冇嗰啲穩定性啊同埋寫入速度嘅問題嘅。咁而高階嘅 Unify NAS 咧，仲唔會話好似 Synology 一樣要求你用佢哋自家品牌更貴嘅 hard disk 啦。咁我見到飛馬已經有一部現貨嘅 Redmine 8 Bay 嘅 UNAS Pro 8啊，咁呢個價位嘅Synology可以買到 DS1525 加啦。咁當然喺功能啊 CPU 可擴充性上面Synology可能要更加之強啦。咁但係如果Synology嘅各種功能你都用唔上，你單純做網絡儲存、檔案交換俾人喺公司用的話咧，UNAS Pro 8係預裝咗3個10GB 嘅 port 啦，仲可以加 redundant PSU 啦，可能會係更加吸引嘅選擇嚟嘅。咁感謝各位 channel member 嘅 support 啦。咁如果想買 Unify 嘅嘢咧，喺飛馬同埋2000分都可以買得到噶啦。咁大家喺上面買 Unify 嘅嘢咧，係可以 support 到我拍更加多 Unify 有關嘅片嘅。咁當中呢兩間鋪頭賣出嘅 UDR7 同埋 UX7 咧，喺你哋收貨之後7日之內咧，都可以透過我嘅 Facebook 啦同埋 IG 揾到我做一個私人嘅 online support 嘅。如果對於呢個 NAS 有問題的話咧，可以喺下面留言問下我啊。咁呢度係老空咁，我哋下段片再見啦。